现在全网都在疯传 AI 缺电就要炒核能，小型模组化反应堆 SMR 更是被捧成下一个算力时代的印钞机。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没意识到的真相，未来3年真正能接住 AI 算力爆发的根本不是核能，而是一家几乎被所有散户忽略的美国本土太阳能制造企业。看完这支影片，你会搞懂为什么被市场热捧的核能根本赶不上 AI 缺电的时间窗口，为什么太阳能才是当下最确定的能源解题方案。这家公司到底手握什么样的政策与产能王牌，它的财报数据能不能支撑起当前的股价，以及我对它的3种估值情境与最需要跟踪的核心风险。如果你想在 AI 能源这条赛道里找到不被大多数人发现的低布局机会，这支影片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后面我会拆解到具体的财报数字与估值模型参数，钱货密度很高。如果你怕后面回头找不到，可以先把这支影片收藏起来，慢慢对照著看。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过去这半年 AI 缺电这个话题几乎霸屏了所有财经媒体，从微软、谷歌这些科技巨头疯狂扩建数据中心，到电力公司的负荷预测一条再条，所有人都知道算力的背后是电力没有稳定且充足的电源，再强的 AI 芯片也转不起来。摘安市市场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发力点，核能。大家算的账很简单，核能稳定、清洁、发电效率高，完美匹配数据中心24小时不间断的用电需求，再加上 SMR 小型反应堆的概念出来，好像一夜之间核能就能铺到每一个算力园区旁边。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很多分析直接把核能赛道的公司对标成当年的辉达，好像现在买进去就能复制过去3年 AI 芯片的涨幅。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顺？但问题就出在它太顺了，顺到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变量：时间。你知道在美国建一座核电厂需要多久吗？不是1-2年，不是3-5年，是从审批到落地投产，最少也要10年以上。哪怕是现在被吹得神乎其神的 SMR 小型模组化反应堆，技术路线还远远没有到成熟大规模落地的阶段，审批流程也没有完全跑通，真正能实现商业化运营，怎么看都是5到10年以后的事情。那 AI 算力的用电缺口能等10年吗？根本等不了。现在各大科技巨头的数据中心扩建计划都是按季度、按年度在推进，今年要上多少机柜，明年要铺多少芯片。电力需求是现在就要马上就要的缺口，你跟我说10年以后的核能能解决问题，这根本就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更何况核能的造价与运维成本远比想象中高，后续的废料处理、安全监管，每一项都是看不见的隐形成本。市场现在把核能的预期打得这么满，本质上是在用一个遥远的故事透支当下的股价。这里面的叙事泡沫其实远比你以为的要大。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核能太慢，那天然气总可以吧？美国的天然气储量这么丰富，建燃气电站的速度也比核能快很多。这个思路确实有道理，但你忽略了另一个现实问题：管网。美国很多算力中心集中的地区，比如德州、亚利桑那州，当地的天然气管线运力其实已经接近饱和，要新建管线，同样要面临漫长的环评与审批，还要牵扯到各路利益团体的博弈，进度一点都不比建电站快。更重要的是，现在头部科技巨头都在喊碳中和目标，数据中心的用电结构里，清洁能源的占比是有硬性要求的。天然气虽然比煤炭清洁，但终究还是化石能源，长远来看并不符合这些企业的长期 ESG 规划。那电网呢？很多人说把别的地方的电运过来不就行了？说白了，电网只是一个运输通道，它本身不产生电力。现在的问题是总体的电源供给不够，你再怎么优化调度也变不出额外的电量。何况美国的电网基础设施老化严重，跨区域输电的损耗与成本都很高，想靠电网解决算力中心的用电缺口根本不现实。所以你把所有选项摊开来看，就会发现核能太慢，天然气卡管网，电网不产电，未来3年之内能够快速放量、成本可控，还符合清洁能源要求的电源，只有一条路：太阳能光伏。很多人对太阳能的印象还停留在10年前，觉得它发电不稳定，成本高，靠补贴火助。但你不知道的是，过去这10年，光伏组件的成本下降了超过90%，发电效率还在不断提升。在很多地区，光伏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已经比传统化石能源还要低。更关键的是，它的建设周期足够短。一个大型地面光伏电站从开工到并网发电，快的话几个月就能搞定，最慢也不会超过1-2年。
这个速度正好能跟上 AI 数据中心的扩建节奏，缺电的缺口在哪里，光伏电站就能快速铺到哪里。这才是我说的市场现在最大的认知差，所有人都在盯住10年以后的核能故事，却看不见脚下这2-3年太阳能才是真正能兑现业绩的赛道。说到太阳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赛道不早就红海了吗？组件厂商到处都是，还有什么投资机会？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又错过了最核心的变量——美国本土制造。过去10几年，全球光伏产业链的重心都在亚洲，美国市场的光伏组件、电池片几乎全靠进口。但从2022年 ERA 通胀削减法案出台之后，整个游戏规则都变了。美国政府直接拿出真金白银，用 45X 税收抵免的政策砸向本土光伏全产业链，从硅片、电池片到组件，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补贴，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只要你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哪怕你卖的价格和进口产品一样，光靠补贴就能赚到可观的利润。这根本不是产业扶持，这是直接用政策给本土企业筑起了一道护城河。进口产品要面对关税，本土企业有高额补贴，一来一回，成本差距直接拉开。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家公司 TE Energy， 股票代码 TE， 就是现在美国本土光伏制造赛道里跑得最快也最被低估的一个玩家。说起这家公司，很多老股民可能对它的前身还有印象，挪威的电池企业 Freyr。几年前的 Freyr 讲的是欧洲动力电池的故事，结果技术路线没跑通，产能落地不及预期，股价跌得一塌糊涂，几乎快要退市。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一张彻底的烂牌，是当年炒新能源赛道留下的一地鸡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2年这家公司已经彻底脱胎换骨。新的管理层上场之后，直接砍掉了原来所有的电池业务，举公司全部资源 ALI 美国本土光伏电池与组件制造，连公司名字都改成了 TE Energy。等暗示和过去的失败历史彻底切割。重头再来，我为什么要先讲这段历史？因为很多人看到它的过往，就先入为主的觉得这是一家垃圾公司，是来股市圈钱的。但你换个角度想，恰恰是因为它曾经跌进过谷底，市场对它的预期足够低，后面只要业绩稍微兑现，带来的预期差就会足够大。更何况它不是空口讲故事，而是真的已经把厂建起来了。现在 TE Energy 手上握住2张最核心的王牌，第一张就是为德州达拉斯的 G1 工厂，这座工厂现在已经正式投产，是美国本土为数不多的实现量产的光伏电池与组件一体化工厂。产能爬坡的进度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快，现在已经开始给客户交付产品，对应的收入也已经体在了财报里。你要知道，在美国本土建制造工厂向来以进度慢、成本高著称，很多企业喊了好几年建厂，最后要么烂尾，要么延期个2-3年都是常态。而 TE Energy 的 G1 工厂不仅按时落地，还能快速实现量产交付，这本身就已经打赢了大半的同行。而第2张王牌就是规模更大的 G2 奥斯汀项目，这座工厂的设计产能是 G1 的好几倍，一旦完全落地，会直接让 TE Energy 成为美国本土头部的光伏制造企业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完全符合 IRA 45X 的补贴要求，从建厂到生产，每一个环节都能拿到对应的税收优惠。你算算这笔账，美国本土现在严重缺光伏制造产能，进口产品有关税壁垒，当地客户有本土化采购的需求，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这家公司等是踩中了政策、产业、需求3个风口。很多人喜欢找护城河，什么是护城河？在当下的美国光伏市场，你能率先把本土产能跑出来，能拿到满额的政策补贴，能绑定下游的长期订单，这就是最硬的护城河。这种护城河不是技术上的绝对垄断，而是时间窗口带来的先发优势。等后面的竞争者反应过来，也开始建厂的时候， TE 已经把客户资源、供应链体系、生产经验都积累起来了。后来者想要追上，至少要付出2-3倍的代价。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讲了这么多产业逻辑，不还是画大饼吗？财报数据到底能不能打？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这家公司值得认真研究的原因。它不是只会讲故事的概念股，它的业绩兑现速度远远超过市场的预期。我们直接看最新的财报数据，营收同比暴增232%，这个增速放在整个美股制造业里都是绝对的第一梯队。更重要的是，它的 EBITDA 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成功实现扭亏为盈。你要知道，对 A 一家刚刚转型、产能还在爬坡的制造企业来说，这么快就能实现盈利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很多同类型的公司产能爬个2-3年还在亏损，而 TE Energy 已经靠注现有产能和政策补贴把盈利模型跑通了。这背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转变，就是它的商业模式。一开始的时候，它的产品很多是走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大，利润也不稳定。但现在它已经陆续和下游客户签下了长期的固定毛利合同，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未来好几年的收入和利润很大一部分已经被锁定了，不用再担心市场价格波动，不用再怕行业周期起伏，只要按时把产能跑出来，就能赚到确定的钱。对按成长股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从靠现货价格吃饭的周期性制造商变成有长期订单托底的稳定供应商，估值逻辑都会完全不一样。前者市场只愿意给个位数的市盈率，后者就能拿到成长股的溢价。那些一直在做空这家公司的人，总是拿他过去的失败说事，觉得他迟早会和当年的 Freyr 一样一地鸡毛。但财报不会说谎，当一家公司的营收在暴增，盈利在转正，订单在锁定，产能在爬坡的时候，空头的逻辑其实已经在一个一个被证伪。我不是说空头一定错，投资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但你至少要承认这家公司现在的基本面和2年前那个只会讲故事的 Freyr 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如果你还用过去的眼光看它，那你很可能会错过这次预差修复的机会。市场永远是动态的，好公司会变差，差公司也会变好。投资最忌讳的就是刻舟求剑，拿过去的标签去定义现在的公司。你要做的是跟踪每一个季度的数据，验证它的逻辑是不是在兑现，而不是抱住成见闭眼否定。讲完了产业逻辑和基本面，终究还是要回到估值上来。很多人看这类成长股总是凭感觉买卖，涨了就觉得能涨上天，跌了就觉得要退市，这其实是最危险的。我用现金流折现模型结合它的产能爬坡节奏、订单情况、补贴力度，算了3种不同情境下的估值，你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先说基准情境，也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假设 G2 工厂按计划顺利落地，产能爬坡符合预期，订单持续签约，政策补贴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动。这种情况下对应的合理估值区间大概在8到12美元之间，这个价格对应的是它现有业务的确定性价值，没有给太多的成长溢价。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在这个区间里其实是比较合理的，没有明显的高估，也没有严重的低估，你如果看好这个赛道，想布局一点长期仓位，这个位置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是乐观情境。如果 G2 工厂的进度超预期，后续还能拿到更多头部客户的长期订单，甚至在技术上有新的突破，打开更多的市场空间，那它的估值就会切换到成长股的定价逻辑，对应的区间大概在15到20美元。当然，这个情境需要不断有新的业绩兑现来支撑，不是凭空就能达到的。换句话说，这是它的潜力上限。如果后面每一步都走对了，市场情绪也到位，才有可能摸到这个位置。你不能把乐观情境当成必然结果，动不动就觉得它能涨好几倍，那是在赌博，不是投资。最后是悲观情境，如果 G2 工厂的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或者政策补贴出现收紧，又或者行业价格战加剧，导致利润率下滑，那它的估值就会回落到对应现有资产与盈利的水平，这个位置会比当前的价格要低。我给你列这3种情况是要告诉你，投资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家公司的股价最终走到哪里，取决你很多变量的兑现程度。你要做的不是赌一个结果，而是想清楚不同的结果对应什么样的价格，你自己能接受多大的风险。现在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定价其实还停留在半信半疑的阶段，很多人还是觉得它是概念股，不相信它能真的把业绩做出来。所以后面每一次财报兑现，每一次产能进度落地，都会带来一波预期修复的行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它更像是一个不断兑现奖励的盲盒，每打开1个季度的财报，就会有新的惊喜，直到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它已经从垃圾股变成了绩优股，那时候估值也就基本到位了。当然，说了这么多优点，我绝对不会只给你画大饼。这家公司的风险点同样非常明确，你如果真的打算研究它，这些风险是必须要盯紧的。最核心的风险就是 G2 工厂的落地进度，现在它的很大一部分估值预期都是建立在 G2 顺利投产的基础上。如果后续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供应链延迟、环评卡壳、资金跟不上，导致产能爬坡慢死预期，那市场的预期就会迅速反转，股价也会面临调整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跟踪数据，
你不用天天盯住股价涨跌，但你要定期去看它的工厂进度公告，看每个季度的资本开支情况，看产能释放的节奏是不是和之前说的一样。一旦出现明显的延期，就要重新评估你的仓位。第二个风险是政策的不确定性。ERA 法案的补贴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稳定，但美国的政策向来会随住政党轮替出现变化。如果后续补贴力度收紧，或者申请门槛提高，都会直接影响到这家公司的盈利水平。毕竟现在它的利润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感恩政策补贴，如果补贴少了，哪怕产能都跑出来了，盈利也会打折扣。这是所有靠政策红利吃饭的企业都绕不开的风险。第三个风险是行业竞争加剧。现在美国本土光伏制造的利润这么诱人，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场。不管是海外巨头过来建厂，还是美国本土的新玩家涌入，迟早都会引发价格战，压缩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现在的高盈利本质上是产能稀缺带来的红利，这个红利不会永远存在。你要清楚，这家公司现在的机会是时间窗口的红利，不是永续的垄断利润。它的投资价值在 IE 这2-3年本土产能稀缺的阶段快速兑现业绩，提升市场地位，而不是说它能一辈子维持这么高的利润率。最后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技术路线迭代的风险。光伏这个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今天的主流技术可能2-3年后就会被淘汰。如果 TE Energy 没能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现在投的产能很可能过几年就变成了落后产能，这也是制造企业永远要面对的挑战。我一直觉得投资一家公司，先想清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你能不能接受，再去想最好的情况能赚多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人，迟早会在市场里栽跟头。说到这里，其实整个逻辑已经很清楚了。I 缺电是确定的趋势，但市场选了核能作为第一个炒作的方向，而真正能在短期内兑现业绩的太阳能反而被很多人忽略了。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判断，毕竟核能的想象空间更大，故事听起来也更性感，而太阳能好像总是给人一种不够高端的感觉。那我也想问问你，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你觉得未来5年主导 AI 数据中心能源供给的，会是还在技术落地阶段的核能，还是已经成熟且能快速放量的太阳能？你更愿意为遥远的故事付溢价，还是为当下就能兑现的业绩买单？你可以把你的判断和理由打在评论区，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也欢迎不同的观点一起碰撞。毕竟投资这件事，多听听不同的声音，总比闭门造车要好。其实今天讲这家公司，讲这个赛道，归根结底还是想和你说一件事，在股市里，大多数人都看得到的机会，往往已经不是机会了。当全网都在吹核能，都在抢筹码的时候，这个赛道的预期其实已经打得很满了，后面只要有一点点不及预期，就会迎来剧烈的调整。反而那些被大家嫌弃、被大家忽略的地方，只要产业逻辑是对的，业绩能兑现，迟早会被市场重新定价。这就是认知复利的意义。你永远要比别人多想一层，比别人早一步看到被忽略的逻辑，你才能在市场里拿到超额收益。不是靠追涨杀跌，不是靠听消息炒股，而是靠对产业的理解，对基本面的跟踪，一点点积累你的认知边界。股市从来都不是比谁一时赚得多，而是比谁能活得久，能稳定的积累。短期的运气带来的收益，迟早会靠实力亏回去。只有认知变现赚来的钱，才是真正能留得住的。如果你也认同这样的投资理念，也想在美股市场里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靠认知变现而不是靠运气赚钱，那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更多被市场忽略的赛道与公司，也会跟进这家 TE Energy 的后续进展，陪你一起在市场里慢慢积累，实现财富与认知的双重复利。